今天这2个货车司机跟我说，以后只要有陈师傅在的地方，他们2个货车都不来拉货。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这样对我刮目相看呢？请大家接着往下看。陈师傅开挖机只开辣挖机，相信大家最喜欢看的还是陈师傅挖鱼塘。毕竟我陈师傅挖鱼塘的技术是出了名的厉害。我现在手指的方向就是今天堆淤泥的地方。这个东家因为自家的平塌闸了，停车呢不方便，所以他就想把门口的马路改到外面去一点。不得不说，今天这个东家实在是太聪明了，他竟然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，那就是把鱼塘里面的淤泥填在路上，这样鱼塘里面的淤泥又消化了，路又填起来了。你们说他聪不聪明？可今天即使东家再怎么聪明也没用，因为他遇到了我陈师傅，结果他鱼塘也没有挖好，路也没有填好，嘿嘿嘿嘿。因为这个鱼塘有2面已经砌了挡土墙，另外2面呢又全部种了树和庄稼，挖机只有站在这里才能够挖到淤泥。可问题就出在现在挖机下不去，这个淤泥挖几下就挖不到了。虽然这个挡土墙只有1米高，而淤泥呢至少有1米多深，东家呢一直想要我把挖机开下去挖，但我是绝对不会开下去的，这个开下去100%是欠车的。所以这个鱼塘呢注定就是烂尾，我把能够挖到的淤泥全部挖了，挖不到的我也没办法呀，因为我的挖机只能够挖这么长啊。所以鱼塘就是这个样子了。因为我陈师傅不像某些挖机师傅，动不动一个鱼塘要挖别人几千1个 W 以上，这个鱼塘啊只要能够养几条鱼就行了，一家人过年有鱼吃就行。你们说对不对？虽然鱼塘没有挖好，但是路要填起来才行啊。刚好东家后面邻居坪里有一堆土，所以东家就叫了一个货车把土装到货车上拉过去填路。但是这个货车司机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么好的路他倒了好几次都没有把车子倒上来，最后还是直接开上来的。这技术真的是比我开挖机的技术还差，就一个车子在这里装车简直不要太爽，每装一车至少要等他10多分钟。装了2车之后，第3车又出问题了，竟然又挖到了水管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，这水管是跟我有仇还是怎么了？我怎么每次出来都能够挖到水管喽？而且这次更狠，水表都挖掉了。我也真的是服了，只要干活的地方有水管，基本上每次都挖到了。我想不管我再怎么解释，在大家心目中应该都认为我是故意挖到的。这个大哥你倒啊，怎么人都还下车了？这个倒车镜是干什么用的？我都在这里等得花都谢了，他还没有倒上来。算了，还是我开过去吧，因为前面只有一个车，每装一车等的时间太久了，所以东家就又叫了一个车过来。这个货车司机的技术呢比刚才那个还差。你们说就一个这么小的坡，2个车都倒不上，我才装了几斗，装都没有装满他就跑了，你好歹至少也要装一半再走嘛。接下来第2车就更加有意思了，他竟然把车子开到下面那条路上面，后轮胎一直在挡土墙上面刮擦都不知道，还是东家提醒他，不然这个轮胎估计都要报废了。我给他们装一车土呢最多2-3分钟，不算去倒土的时间，他们把车子开进来的时间比我装车的时间还久。这1个小时算下来，你们说能够装几车？哈哈哈哈，让我们心疼东家3秒钟。本以为下面这条路比较好开，结果竟然卸车了。叫你倒到上面装，你不到上面装，你却偏偏找到下面来装，这下好了吧？这个路啊，不要只看表面，一定要看是哪个修的。如果是陈师傅修的路，你一定要先问一下陈师傅能不能够走。比如这条路也是我修的，我都没有让他们倒在下面，结果他们自己开到下面来了。另外这个货车司机呢也不服气，他说他开得上，他也要到下面装。那好了，既然你们都敢倒过来，那我就敢给你们装。别走啊，还有1斗嘞，师傅还有1斗啊，叫你别走的吧，这下歇住了吧？刚才那个车歇住你都不长记性，你还要倒到这里来，在陈师傅修的路面前，不管你什么技术都没用。我把这个车子给他推出来之后，这2个货车司机跟我说，以后有我陈师傅在的地方，他们就不来拉货了。你们说这个到底怪谁？有条硬的路你们不走，你们偏偏要走那条卸车的路，这个怪我咯。帮东家把那几车土爬平，就搞到了天黑，路呢也没有修好，鱼塘呢也没有挖好。收工回家，下次再来。今天又多挣了几百，生活多姿多彩。喜欢陈师傅的，给陈师傅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回见。陈师傅开挖机只开辣挖机。接上一个视频
今天我们是挖这个鱼塘的第4天，现在整个鱼塘至少还有70%以上的淤泥没有清出来。前一天我们装了1天的淤泥，结果用车子拉出去1车，回来的时候却还有8车在货箱里面。东家想了一个晚上，也没有想到泥巴怎么不粘货箱的办法。然后现在鱼塘也已经挖了3天了，不可能半途而废。然后他就在鱼塘的旁边跟一个邻居打了一个招呼，把鱼塘里的淤泥都用货车拉到他的土里面，这样货车只要拉几十米的距离，运费就低了。本来是40一车的，现在只要25一车了。虽然还是粘货箱，但是也没有办法，反正距离近又便宜，能够倒出多少就算多少。这个兄弟还没开始拉第1车，货车就陷住了，而且他的货箱里面还有昨天没有倒出来的8车土，他今天又拉到工地上面来了，所以就要先帮他把货箱清理干净才行，不清理干净的话，等一下装不了几斗就满了。另外一个货车司机他说他的货箱也要挖一下，快1个小时了，啥活也没干，就是在帮他们挖货箱，我都为东家感到心疼。所以我就为东家想了一个办法，就是首先到旁边挖点干土放到货箱里面，把整个货箱底部全部撒上1层，然后再去挖鱼塘里的泥巴，这样的话应该就不怎么粘货箱了。可没想到东家却不同意我的做法，他说我到外面挖这么多干土放在货箱里面，那鱼塘里的土每1车就只能出去2/3，他说这样的话还不如不管货箱里面扎不扎泥巴，反正也能够帮他倒出来这么多，还省去了这个挖干土的环节。所以他就跟我说货箱也不用挖了，就让我直接装车，把货车装得满满的，他们能够倒出多少就算多少。既然东家都说了这样的话，那我也只能听他的。这个蓝色的货车他趁东家不在现场，结果还没有装满他就跑了，旁边有4个大妈在那里叫他都叫不应。这个红色货车它货箱里面扎的泥巴就有一点离谱了，差不多凭着货箱的泥土全部没有倒出来。老铁们，你们帮我数一下，我就装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本来可以装20几斗的，结果8斗就装满了。我也真的是服了，你好歹也多倒出来一些土嘛，怎么可以拉1车出去回来2/3的？可能这个货车司机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，回来的时候他就让我把货箱给他挖一下，然后我还是打算用一些干土垫到他货箱下面，这样货箱里的泥巴就能够多倒出来一点。只要他们自己不跑，我每1车都要给他们装得满满的。虽然东家跟我说不要我再挖货箱了，但是货箱里的土实在是越扎越多，所以不得不把扎在货箱里的土挖下来才行。1个上午过去了，2台挖机加3台货车根本就没有产生什么效益，鱼塘里的泥巴还是有这么多。在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就总结了一下经验，主要是这些泥巴它不干不湿，所以拿得倒出来。我们几个人商量过后，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干脆往这些泥巴里面加点水，这样泥巴就很稀，容易从货箱里面滑下来。想到这个办法，我们下午就先试一下，把这3个车子的货箱先全部给他们清理干净，再把搅拌好的稀泥巴装到货箱里面。不过装这种泥巴也有一个弊端，就是货车里面不能装太多，只能装一个平箱，装多了的话，只要稍微爬一点上坡就会从后面流下来。所以我们第1车就只装了一个平箱，让他先爬一下这个坡，看结果怎么样。看到他非常顺利的爬上去了，泥巴也没有掉出来，证明这个方法是行得通的。所以以后每1车就按照这个标准来装，泥巴也终于不扎货箱了，效率一下子就提高了不少。不过干着干着又出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表弟从中间挖泥巴过来的距离越来越远，他那台挖机要转2次泥巴才能够转到我能够挖到的距离。东家就在想要把我下面那台小挖机退掉，搞一台大挖机过来甩泥巴，他说这样就挖得快一点。我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就有一点着急了，你们说我要想一个怎样的办法，东家才不会叫大挖机呢？今天干到这里就收工了，要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一集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回见。